我觉得小米速7的产品力足够强大。如果跟 Model 3定一样的价钱的话，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选择小米速7。大家同意吗？好，最后我们定价多少钱呢？21.59000。您现在看到的是3月28号小米汽车的新闻发布会啊，雷布斯，也就是小米汽车的董事长雷军正在介绍小米汽车的各种性能啊。雷军啊，为了搞这场新闻发布会，还是做了精心的准备啊。据说他是之前专门把这个小米汽车从北京开到了上海啊，一路做各种各样的宣传啊。说句心里话啊，看了这场新闻发布会，我还是蛮受震撼的，因为这小米汽车啊，入门款的价格只有21万多块钱啊，但是它的续航里程入门款的就达到了700公里，那么 Max 款呢达到了800公里啊，这个数字我当时看了之后还是很吃了一惊啊。我们的电池大了13.6度，续航多了133公里啊，续航多了133公里，就是我们的顶配是一个4驱啊，性能非常非常出色。大家知道，越出色的性能越耗电，就是这样，我们也一样给你干到了810公里的续航。因为就在半年前，我买了一个特斯拉啊，我那个特斯拉啊，续航里程只有500公里。大家都知道啊，对于电动汽车来说，最大的这个心结就是里程焦虑。因为你这个里程短了的话，你开一段时间你就老想着充电，这充电充不上的话，最后连救你都非常麻烦了。那500公里和700公里那就差别很大。那700公里也就意味着你半径300公里的范围内，你打一个来回都不需要充电了嘛。那你要知道，我买的那个特斯拉还不是特斯拉的入门款呢，是那个特斯拉的 Model Y 啊。那我的 Model Y 还不如小米汽车的入门款嘛。那这个确确实实给我感觉，这个小米汽车的至少在里程这方面它是遥遥领先，确实是像雷布斯所讲的啊。另外一个就是充电速度啊，雷军在那讲，5分钟充电可以达到210公里，15分钟充电就可以达到510公里。那这个速度确实是快啊，那比特斯拉的超级充电桩的速度还要快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小米汽车它不仅仅是那种人车交互啊，车内的那种感应啊，那些东西啊做的比较人性化，关键是在实打实的性能方面，确实是也不落后于现在电动汽车行业中间的一些领先者。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了啊，小米汽车刚一上市，那市场也就给予了非常好的评价，24小时之内卖出去了89000辆汽车啊。当然了啊，这个我们不能用这个速度来评价今后的这样的一个销量啊。但你毕竟24小时之内卖出将近9万辆汽车，那这也是非常亮眼的数据了。有些新能源汽车，你上市1年还不一定能卖这个9万辆汽车呢，人家24小时至少拿到了这么多订单嘛。话说小米这家企业啊，过去就是以成本控制而见长。当年他进军手机的时候啊，大家都知道，他是把中国的手机市场，甚至把世界的手机市场的游戏规则都给颠覆了。因为过去大家都觉得手机是一个蛮昂贵的这么一个消费品，但小米进入了之后啊，就把这个手机变成了一个白菜价，基本上手机是非常非常便宜啊。那么它导致了手机行业高度的内卷化，挣的钱非常非常少。但是呢，也导致了这个手机啊迅速的开始普及，就智能化手机啊。那么这个呢，未来会不会在电动汽车行业也效仿手机行业的这样的一个规律呢？那现在大家都不知道啊。但我们还是期待小米汽车的进入之后，也会逐渐改变电动车行业的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啊。首先，咱不否认外观上苏七或多或少致敬了保时捷，但是这个配置再加上小米的生态系统，然后再看售价，这也太香了。3、4万美金这个价格，如果放到美国市场，那还真的就是乱杀了啊！别说其他美国车了，特斯拉都不一定卷得过。米粉现状。就真的，它是我第一台智能机，然后那时候就很没有钱，我还在大学的时候，我买的就是那红米，又很便宜，好像还1000块钱不到。10多年过去了，然后它开始造车。那你为什么要 iPhone？ 那如果美国这里能买到车，我绝对买小米啊！我是一定会买小米的。我今天为什么会讲这个话题呢？因为小米汽车上市之后啊，我看了一下那个简中推特，也包括 YouTube 上的一些华人自媒体，基本都是一片黑呀，认为这小米汽车那个外观上抄的全是保时捷，没有自己的原创能力，然后其他的性能都是靠堆一些硬件
然后搞起来的，然后这个所谓的整车的这种设计能力还是很落后的啊。基本上啊，我觉得，这个境外的这些华人自媒体啊，对国内的这个电动汽车行业评价一直都是非常低。因为你比如说啊，关于中国电动车行业这些年到底发展的时候如何评价，境内现在基本上认为是已经实现了弯道超车，但是境外这些人都认为什么弯道超车就是自嗨，全是靠那些劳动力低成本搞一些那种撒大黑粗的东西啊，这真正跟那发达国家的汽车行业是没有办法竞争的，是吧？那么我就想讲一下今天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啊。我觉得这里头要回答2个问题，就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电动汽车行业啊，到底算不算是弯道超车？第2个问题就是如果算是弯道超车的话，那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啊？那么首先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啊，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电动汽车行业肯定是属于弯道超车了。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中国的汽车行业的发展啊。中国当年我记得啊，就是龙永图在代表中国谈判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啊，汽车行业实际上是一个谈判过程中间双方争议焦点非常大的一个行业。因为中国当时汽车行业实在是太落后了，落后到什么程度呢？就跟世界上主流的这些汽车强国相比啊，可能要差2、3代。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中国汽车行业啊，连生产一个合格的汽车门都做不到，就是那个汽车门呢，关上去以后啊，没法做到严丝合缝。那你想想那个整个汽车制造的水平之低啊，所以当年龙永图他们跟这个世贸谈判的时候呢，就反复要求在中国的汽车行业加入一些特别保护。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有很多专家忧心忡忡啊，说如果是开放汽车行业啊，整个中国的汽车行业这些汽车厂肯定是全是灭顶之灾。所以后来呢，中国制定了一项政策啊，就是要求这些外资的汽车行业进入到中国之后呢，要以技术来换市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外资你不能在中国独立设厂，你只能跟中国的汽车行业啊合资。合资呢，你外资还只能占到49%的股份，中国必须占到51%啊。然后你通过引进外国汽车这些先进的生产线啊，生产这样的一个汽车技术输入啊，然后呢在中国开始销售。那大家都知道啊，你像一汽大众啊，包括这个上汽大众啊，国际上吧，总体来讲啊，法国的那些雪铁龙啊，日本的丰田呐，等等，世界上这些知名的汽车强国纷纷来到中国，开始跟中国的这些汽车企业合资来设厂啊。但是实际上这个措施啊，一开始并没有起到特别好的作用啊，因为一个是外资这些企业拿到中国的技术呢，都是比较落后的，并不是最先进的。其次呢，他们以这种方式进入中国市场之后，挣钱实在是太容易了，因为正好赶上2000年之后，中国整个收入水平提高，私家车的消费开始逐渐进入到井喷期，所以这些外资在中国设的这些合资的厂子啊，就每天可以躺着赚大钱。大家都知道一汽大众和上汽大众啊，这个2个大众啊，成为了德国大众啊，在过去20年的现金奶牛。也就是说，他们赚钱最多的海外市场就是中国。但是呢，那这些企业真的在中国反哺出来了中国自己汽车生产企业的那个生产能力吗？其实并没有太多。这里头当然还有一个原因了啊，就是燃油汽车啊，它的这个确实是技术壁垒比较高。那么最高的汽车壁垒呢，主要是几个方面嘛，一个就是发动机。这个发动机啊，国外的这些汽车厂商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啊，这个汽车发动机水平确实是高，而且有很多专利壁垒。你这个落后的国家想要追赶或者超越，这个是非常之困难的，这是第一点啊。你比如说还有包括那个就是那个变速箱啊，就等等啊，就是因为它燃油汽车的复杂嘛，那整个燃油汽车啊大概有3万个部件，这3万个部件分成了6、7个大个系统，每一个系统都有很多专利壁垒。你中国你要想超越这些，就变得困难重重啊，是吧？这是就是燃油汽车中国之所以难以赶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2个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挣钱容易了，它也不思进取。其实这种现状的改变，一直到了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的民营汽车企业，慢慢才有了一些改变。你比如说像奇瑞这样的汽车，它本身没有国家的补贴，也没有跟外资进行合作啊，合资啊，但最终就是靠自己打下这个市场之后，反而最后还到
境外去收购其他的汽车强国的品牌了呢？所以其实最开始加入世贸之后，中国的汽车产业并不能说特别的这个成功啊。真正的变化就在于，就是整个汽车产业发生的一个巨变，就是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啊，那么中国汽车产业迎来了一次机会。那么新能源汽车啊，当时在刚刚发展的时候有2条技术路径啊，一条呢其实就是电池这条路径，另外一条呢就是氢气这条路径啊。那么氢气这条路径呢，由于日本呢起步比较早，所以呢它的技术遥遥领先，但是遥遥领先呢就是申请了一系列的专利，那么就导致其他国家要想进入到氢能源汽车这个行业呢，实际上你要面临日本汽车所设置的这个专利壁垒。但是呢，这个电池这个行业呢就没有，所以呢，实际上当时面临着2条路径的选择啊，就是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你到底是想通过这种氢能源汽车这条路径，还是通过这个电池汽车这么一条路径啊？最终中国选择了这么一个电池这条路径啊。当然这条路径最后跟美国的特斯拉实际上合并在一起，基本上就是把氢能源汽车这条路径给远远的给抛弃掉了啊。那么当中国开始意识到电池这样的一个产业政策啊变得非常重要的时候呢，从09年开始，中国就开始通过自己的强力的产业政策啊，开始扶持中国自己的这个新能源汽车产业。这里头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通过补贴，就是给这些企业补贴，补贴之后呢，让这些汽车行业更早的进入到电动汽车行业啊。你比如说中国汽车电动汽车的这个头牌，也就是比亚迪啊，比亚迪这些年大概从中国政府手里头拿到了26亿美元的补贴，那这个补贴的数量还是非常大的啊。第二个就是政策扶持，你比如说税收，你比如说这个银行的低息贷款，还比如说很多地方给这些企业啊，那个免费送土地，给你建厂房等等这些方式啊，都属于政府给这些电动汽车行业的一些政策扶持啊。第3个方面呢，就是还有一些特殊的政策，你比如说政府就可以进行一些采购啊。那比亚迪刚开始造出来那些汽车的时候啊，说实在的，质量也不是特别靠谱，也不是特别过关啊。如果要是没有政府的采购和地方政府的一些政策，那卖不出去。早年深圳最早满大街跑的全是比亚迪的那个电动汽车啊，那个电动汽车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容易自燃。当年我去深圳调查一个事件，就是有一个日本的跑车跟比亚迪的出租车撞在一起了，那比亚迪的出租车就撞到了那个汽车上，立刻就自燃了，这车上的3个人都死了。那你想想，其实如果没有一个产业政策啊，就要求深圳市你都必须买这种比亚迪的出租车，那比亚迪的出租车根本卖不出去。所以就在这样的产业政策下，其实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啊，才慢慢的发展起来啊。到了2018年啊，应该说开始进入到了一个真正的井喷期啊。这个真正的井喷期啊之后呢，中国的电动汽车啊开始在世界上拥有一席之地了，每年的增长速度啊都是开始指数级的，不光是在国内生产，而且现在开始出口啊。到了去年2023年，中国的汽车出口总量达到了550万辆啊，其中电动汽车啊达到了120万辆。当然这120万辆的电动汽车里头也包括特斯拉的，大家都知道特斯拉在中国的上海有一个超级工厂嘛，那它超级工厂它出口也算是中国的出口，因为在汽车出口这里头有个属地原则，在中国生产的就算是中国出口的啊。那么我们把特斯拉拿掉，特斯拉占到整个中国出口的35%，那剩下还有65%啊，还有70-80万辆的中国的电动汽车出口啊。那么在全世界的电动汽车行业里面，中国现在的占比已经达到了67%，这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是全世界啊，每生产3辆电动汽车，其中有2辆就是中国生产的。那你想想，那中国现在在全世界的电动汽车的江湖啊，那已经成为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了。那过去有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生产的这些汽车啊，那都是特别便宜的，是吧？都是靠一些不发达国家的市场来支撑起来。早期确实是如此，大家都知道中国早年生产过一款汽车叫五菱宏光，这五菱宏光啊，也曾经在国际上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日本的汽车制造企业还把这五菱宏光买回来之后拆了一下，说怎么可以做到这么便宜呢？说50万日元就可以买一辆电动汽车，日本人觉得没办法，不可思议，拆下来之后来进行研究，
发现它有很多那种中间的那部分都是用通用设计，也就是通用设计可以大幅降低成本嘛。然后呢，安全标准确实也较低，但是就是靠这样的方式逐渐发展起来了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啊。但这些年中国的电动汽车的这个出口啊，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2018年的时候，中国出口的电动汽车每辆平均价格只有5000美元，那也就是基本都是50宏光这个水平的。但是现在呢，已经到了2.2万美元。那这个2.2万美元就水平就不低了，而且呢，明显分为了高中低档啊，有低档的，但是也有高档的。你像现在比亚迪呀，这些汽车在欧洲出售的时候，价格已经不低于欧洲那些汽车厂商的价格了啊。也就是说，不再是以低价来取胜了，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出口市场的布局。现在中国的电动汽车出口啊，第一大市场是哪儿呢？可能很多人想不到，是欧盟。欧盟是中国现在电动汽车出口的第一大市场。这中间像比利时一个国家一年进口中国的汽车呢，大概就15万辆，英国大概每年呢差不多9万辆。那么剩下的法国啊、德国啊、意大利啊这些国家每年几万辆啊。欧盟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第一大的电动汽车出口区域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欧盟对中国的电动汽车，征的关税比较低，只有10%啊。那美国有27.5%啊。然后所以你可以看到，欧盟这个地方对中国的电动汽车出口它比较友好。所以现在限制中国向欧盟出口的瓶颈是什么呢？可能很多人想不到。就是这个运汽车的船，因为现在有大量的中国电动汽车要运往欧洲啊，但是运电动汽车的船呢不够用啊。现在全世界的造船厂都在加班加点的为中国的电动汽车来生产这个运电动汽车的船，一年的订单有140艘这个船的订单啊，包括像比亚迪自己都开始订购这个运汽车的船，因为现在比亚迪他们这些厂商如果要把中国的汽车啊运到欧洲去啊，现在运费非常贵，一天租用这个船的费用呢，就是超过10万美元。那么他现在就订购了几艘船，一艘船呢，成本大概是1亿美金，但是自己有船了之后方便了，这综合算下来成本还是比较低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现在电动汽车的这种生产和销售啊，这个势态是非常生猛的。大家都知道，去年啊，欧盟啊开始针对中国的电动汽车开始搞这个反倾销调查，就是那种补贴调查。什么意思呢？就说中国啊滥用了补贴政策，导致了中国的汽车产业现在发展起来，到了欧洲之后，妨碍欧洲的这些厂商的利益，妨碍了欧洲的正常的市场竞争的原则。The Commission has today launched an anti-subsidy investigation into imports of battery electric vehicles from China. This investigation will determine whether battery electric vehicle value chains in China benefit from illegal subsidization, and whether this subsidization causes or threatens to cause economic injury to EU producers of battery electric vehicles. Based on the findings, the Commission will establish whether it is in the EU's interest to remedy the effects of any unfair trade practices found by imposing anti-subsidy duties on imports of battery electric vehicles from China. 这个调查呢，应该说是比较苛刻啊。因为 WTO 里头关于这种补贴调查，主要针对的是行政补贴，就是你政府给这些企业多少钱。但是大家都知道啊，中国从去年开始啊，所有的电动汽车产业的补贴政策就已经开始全面退出了，就政府不再补了。中国补了10几年之后，已经退出了，认为这个反补期已经结束了啊。但是呢，欧盟的这个反补贴的调查啊，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它不仅仅是针对的是行政补贴，它包括一些非市场化因素的补贴都算在内。比如说你低息贷款它就算，比如说你政府给这个土地你不要钱这也算，比如说你这个税收优惠也算。那你特斯拉也跑不掉。要知道特斯拉当时在上海建超级工厂的时候，上海市政府是没有收特斯拉的钱的，所以特斯拉也面临欧洲的这个反补贴的这么一个政策的这个制裁啊。同时呢，它这个政策还有5年的回溯期，就是说你过去5年你只要有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啊，你都算。所以有人认为啊，欧盟这个措施其实就针对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的。为什么针对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就是因为中国的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啊，在欧洲啊，确确实实已经变成了如狼似虎的状态。现在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在欧盟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中间占比是8%。那么如果不干预的话，有人推算到2025年的时候会达到15%。那传统的汽车豪强，那多数都是在欧洲啊。你想，欧洲的法国的血统中，德国的大众汽车、宝马，那这些汽车在欧盟来说是非常之重要啊。整个欧盟系统里头跟汽车产业相关的就业人口呢有1400万人，那么占整个 GDP 呢占到6%。如果汽车行业要是被中国给颠覆了，那对欧盟来说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他想通过这个反补贴的调查来限制中国新能源汽车现在这种生猛的事态，然后呢让欧盟自己的汽车产业赢得一个喘息之机赶紧发展起来，至少是可以跟中国开始这个竞争嘛，不至于让中国这样的这个高歌猛进那么实际上从刚才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我个人觉得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弯道超车现在肯定是言之过早因为这个你肯定是不能在全世界范围内还算是遥遥领先嘛，不能这么讲但是毕竟中国已经从一个传统的汽车制造的弱国，现在变成了一个汽车制造的强国，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内，那绝对是现在是强国。新能源汽车的领域大家都知道最强的是特斯拉，那是毫无疑问但是呢，在特斯拉之外，中国的几大汽车制造企业，比如比亚迪包括现在什么理想小鹏还有蔚来这几个，也包括未来这个小米汽车的进入之后可能会形成了一个群雄并举、群星割据的这么一个格局那这个格局就很有点像手机行业。大家都知道，手机行业当年就是苹果，那是一个超级大国。但是呢，苹果之外除了三星谷歌之外几乎就全都是中国手机的天下了那么这个状况会不会未来在汽车行业内复制？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大概率很可能会出现类似的场景当然它可能不会像手机行业那么绝对但是中国汽车成为了新能源汽车江湖中间不可忽视的一个力量我觉得这一点应该说，你只要不带有色眼镜，你大概你就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It used to be that foreign brands had the majority of the market share in China. Now it's Chinese brands. And when you look at the vehicles that these Chinese OEMs and Chinese brands are putting on the market, they are some very good vehicles. If Tesla had not had price cuts of 20 to 30%, they probably would have actually had sales drop last year. 那紧接着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能做到这一点？要知道，很多国家都是想在新能源汽车这么一个行业里头，借着这样的一个弯道发展起来。那为什么只有中国发展起来了？我自己认为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是第一，中国有一个超级大的市场这个市场呢有14亿人口这14亿人口中间呢，大概有3.5亿高收入人群，他们这个高收入人群呢。大概跟欧盟或者是跟美国的市场是相当的。那么当然也还有一些不发达的人群低收入的人群有6亿人每个月收入只有不到1000块钱这李克强总理讲的了但是它毕竟形成了这么一个巨大的市场，这个巨大的市场呢，互相之间是没有贸易壁垒的，它是一个统一的市场。那这个统一的市场在我看来就叫大国红利。所谓大国红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么一个统一的大型市场它足以培育起来那些非常重要的产业的企业。你就比如说像汽车行业，那么汽车行业你如果要是这个国内的市场太小了，你是很难发展起来的。你比如台湾我去他们自己跟日本也合资生产一辆汽车但是台湾的市场实在是太小了，它很难发展起来自己独立的汽车产业，因为你要满足台湾市场嘛，那这个销量太低了。你汽车跟很多其他不一样，你必须这个量产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把这个成本降下来。然后你在成本降下来之后，你才可能扩张海外市场。但台湾一共只有2300万人口，那你想想，这对台湾来说，你要想发展汽车行业来说就太困难了。但中国大陆不一样，中国大陆有14亿人口，这14亿人口它足以培育起来这么大一个市场。那你想想，当年中国加入 WTO 的时候，提出来以技术换市场，为什么那些汽车豪强愿意
就是因为这么一个巨大的市场对他们来说有足够的吸引力啊。那么这14亿的市场可以让一个行业的企业从一开始水平很低，慢慢的发展起来，培育起来，变成一个逐渐成长起来的这么一个这个企业啊，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大家可以看一下，美国为什么在这个互联网行业的时候啊，产生了那么多超级巨型企业。你比如说特斯拉为什么诞生在美国，谷歌为什么诞生在美国？实际上，我个人认为，一方面跟美国的制度优势有关，因为美国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嘛。但我们反过来也要问，那为什么这个实行自由的市场经济的国家那么多，那只有美国会诞生这些超级企业呢？那马斯克是南非人，他为什么在南非他搞不了，他到美国才能搞成特斯拉呢？我觉得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大国，美国这个3.5亿的人口，它本身这个市场容量足够大。这个足够大的市场啊，它一旦培育起来一个企业啊，它再到别的国家的时候，那别的国家基本就没什么机会了。所以你看，日本呐，也包括欧洲的很多小国呀，它其实在面对美国这些超级企业诞生之后，是无力竞争的。所以为什么欧盟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市场呢？所以在欧盟如果不建立一个统一的市场啊，说实在的，欧盟也没有能力，比如说在飞机制造行业，你搞一个空中客车的体系跟波音进行竞争。如果不是欧洲一起联合起来搞的话，这事儿绝对没戏。你单独法国或者单独德国是没可能跟美国竞争的。这就是我说的大国的红利，就中国拥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大国红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中国的产业政策啊，因为中国啊，实际上我可以把它称之为叫国家资本主义。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呢，就一方面它改革开放之后实行的就是彻彻底底的资本主义制度，但另外一方面呢，又政府的权力啊跟这个资本主义啊它结合在一起。你想想，中国共产党过去号称是替劳工来谋福利的，但是现在呢，哪个地方工人你要想罢工游行一下，共产党收拾你呀，共产党替资本家收拾你呀。所以全世界范围内应该说为资本家提供服务最好的地方大致就是中国。大家可以看一下特斯拉当时引进的时候啊，从宣布开工到第一辆汽车下线只用了7个月的时间，而且当时上海市政府啊给特斯拉提供的那个优惠条件那就不用提了啊，土地免费送啊，税收也非常优惠，只是跟特斯拉签订了一个对赌协议，就规定你在多长时间内要交多少税，你只要达到了，所有的这一切都可以兑现啊。那与之相对照的，特斯拉当时在海外的第2个超级工厂就是在德国，2019年开始宣布开工啊，最终正式汽车开始下线已经到了2022年的3月22号，也就是整个这个超级工厂的建设花了3年的时间。那这就是中国的制度优势啊。当然这个制度优势你也可以打个引号，因为当时德国的超级工厂建设的时候，那德国的环保组织就起诉这个特斯拉，那德国的法院就必须审理。那在中国，只要上海市政府给特斯拉让路，哪个环保组织敢向特斯拉较劲呢？所以在中国，只要政府支持的这个资本主义啊，确实是畅通无阻啊。这是很多人认为的中国的制度优势就在于此啊。另外还有一点，其实引进特斯拉还有一个意外的效果啊，就是特斯拉进入中国之后呢，中国还对特斯拉的国产化率做了规定，就是你必须达到多长时间内达到多少国产化率。那么国产化率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特斯拉在中国生产的时候啊，就为中国培育了一条电动汽车的产业链。你这车上的所有的东西你要在中国采购嘛，那也就等于扶持起来了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链。那这些产业链成长起来之后啊，它不仅仅给特斯拉提供服务，同时呢，它也给其他的电动汽车啊从零发展起来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制度前提。我们举个例子，你印度现在也想搞电动汽车，你没有自己的产业链，你怎么搞呢？你所有的东西都要从海外去采购，那么远啊，价格那么贵，所以啊，其实对于一个国家的电动汽车产业来说，你如果要是有了一个非常完备的产业链，那你再搞这个电动汽车就不难了。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产业链，那真的是比登天还难。但是中国通过引进特斯拉，实际上帮助中国培育了这么一个电动汽车产业链啊，那对中国整个电动汽车的发展来说，那确实是非常这个帮助大的啊。第3个方面其实就是所谓的弯道。这弯道
就是整个汽车行业啊，由燃油汽车转向新能源汽车这么一个过程。我一开始讲了，燃油汽车因为有那么多专利壁垒啊，中国想超越实在是太困难了。一个汽车有3万个零部件，但是现在电动汽车呢，少到其实只有1万个零部件了，而且呢，它的生产过程变得非常简单了。充其量它其实就是一个电池加上一个电机嘛，剩下的就是人机交互的这么一个内容嘛。那么电池随着中国的发展，全世界10家动力电池啊，前10名啊，有6家都是中国的。其中宁德时代那排名全世界第1啊，这宁德时代生产的动力电池啊，相当于全球动力电池的1/5，排名第2的是比亚迪呀。那么剩下的4家，那就是日本和韩国瓜分的。那你想想，中国随着自己动力电池本身的水平的提高，那你电动汽车发展起来也就是比较容易了嘛。所以由于电动汽车生产变得简单了，门槛变低了，这个才能有可能弯道超车。如果它越来越复杂，说实在的，中国也没这个机会。当然了，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抓住，那还是需要一些远见卓识的啊。我个人觉得这一点呢，中国因为在较早的时候瞄准了这个机会，才有了今天中国电动汽车发展的局面啊。最后一点我还想说一下啊，其实中国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啊，你千万不要小看它的在经济发展方面的能量。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啊，包括加入 WTO 的时候啊，实际上都是从低端产业开始做起的，最后成为了一个世界工厂。一开始占领的可能是服装行业，紧接着是玩具行业，紧接着是钢铁行业，紧接着技术水平开始上升了，手机行业、高铁行业，这些呢都逐渐的从技术水平较低的行业向较高的行业发展啊。那么这个是不是从某种角度来讲是中国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这种优势呢？这个肯定是见仁见智啊。但是我们看到的现象是，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间的确体现出来了这个在过去几十年来的话，体现出来了十足的发展的这种韧力。这个我们得承认，你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共产党，不管你讨厌不讨厌中共，就你得承认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间过去所取得这些成绩。如果你只是否定它，那实际上你是没有办法面对这个政权的，你也没有办法面对中国这个社会发展的。我一直说啊，要把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共的执政要分开。首先是中国社会的发展，比如说有企业家这些的创新能力，比如说有中国人勤劳的这个工作能力啊，敬业的这个能力啊，才创造了中国世界工厂的这么一个现状啊。这个我们得承认，我们也尊重这样的一个中国的历史文化给中国市场经济过程中注入的活力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中国这套机制在政府决策正确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创造力，确确实实也是值得我觉得这个很多人认真的去分析的。我过去曾经讲过，中国式现代化嘛，中国式现代化就是政府的能力叠加资本主义。那么它在很多方面确实是决策速度比较快，确确实实是在很多领域内所表现出来的这个创造财富的能力啊，也是非常可怕的。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政权啊？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但首先要承认这个政权在这个领域内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能力。其实中国的电动汽车这个行业啊，它的发展，我个人觉得就是跟中国政府在这个方面的这个决策能力是有关的。不管它将来它真的是不是能够消灭日本啊，或者说战胜日本、战胜德国、战胜法国这些汽车行业，就目前取得的成绩来讲，我觉得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当然是不喜欢中共的这样的一个政权啊，因为他不尊重人权嘛，甚至当他国家能力强了以后啊，他也恃强凌弱。但是呢，我们要想正确的面对这个政权，你就必须你要正确的认识这个政权，就是它的优点是什么，它的弱点是什么，它的强项是什么，它的弱项是什么。至少在经济领域内，至少在产业政策这方面，我觉得它比很多国家反应要快。你就比如说日本来讲，日本当年其实一门心思搞氢能源汽车，实际上耽误了10几年的时间。现在在重新想搞这个电动汽车的时候啊，已经比整个中国的这个产业政策要慢了好几拍了。现在中国已经取消了这个电动汽车的补贴，日本呢现在才刚刚开始搞补贴，而且日本的这个充电桩实在是太少了，出去开车的话真的不是挺方便的。
但是你想想，你这个方面，你至少比中国政府这方面落后10到15年。日本整个汽车行业现在都在反思这样的一个结局啊，所以我们这些海外的中国人，我觉得还是要客观看待中国政府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内啊，他们这个产业政策决策过程中间，所体现出来的这种远见吧。最后啊，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希望中国这些电动汽车企业都能够发展得更好。一方面呢，让中国的消费者可以花很少的钱就能买一辆非常不错的电动汽车。另外一方面呢，这些汽车企业出海啊，跟那些国际汽车豪强啊，这个真刀真枪的开始竞争啊，它也会改变整个行业的游戏规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年正是由于中国的手机行业啊，通过这种低价竞争的这种方式啊，彻底颠覆了手机行业的游戏规则，使得实际上有那么多不发达国家的人，非常贫穷的人也用得起智能手机了。那我觉得这是中国手机企业的一个巨大的贡献。那么将来汽车行业会不会也复制这条路线呢？我认为大概率会啊，因为现在这个动力电池的价格啊，平均每5到8年的时间可以降低50%。那你想想，对于电动汽车来说，最重要的硬件成本就是来自于电池嘛。随着电池不断的降价，电动汽车一定会越来越便宜。那将来或许啊，花个3、5万人民币就真的可以买一辆不错的电动汽车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谁能是这个搅动汽车江湖的鲶鱼呢？那在我看来，最大的可能就是中国企业。所以我也希望中国这些电动汽车企业好好发展。这个我们作为在海外的这个华人啊，那也希望这些企业能够通过自己的发展呢，为国内的消费者，也包括整个世界各个国家的消费者创造出更好的产品。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中国某生态链的老板是非常伟大的企业家，能够把性价比做到令人发指的程度，打败了很多这个产业里的烂企业，用高性价比的好东西良币驱逐劣币，造福了公众，造福了社会，造福了人民，非常伟大。我个人的态度是对这种企业家由衷的敬佩。